却又惊雷起。长烟落日山河灼，你在飘渺云里花里，你在飘渺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金戈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来看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梁王武三思。武三思坐下以后，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。啊！你不是薛青林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说武大人，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？什么意思？哎，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呐！啊，您看，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，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，不就成了吗？是啊，武大人，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，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？而且，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，上面提到了这件事。他说，黄国公有大恩于他，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。哦，他是这样说的。是啊，您看看这个。看来圣上是所托非人呐。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。哎呦，多谢大人。自今日起，你就叫薛青林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。懂了吗？青林明白。
庶子可教啊！啊，青林兄，苟富贵，勿相忘啊！一切全靠大人提携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。那天晚上，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，何处为轻，何处为重，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，这才离开。这个奸贼！你刚刚说，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，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。正是。看来，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，啊？是啊。唉，好了，你继续说吧。自此之后，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。因薛青林是假，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，所以就由我们5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。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，便暗入江州，指挥我等照令执行。果然2个月后，黄国公满门抄斩。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，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，是黄国公的幕僚，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。这样，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。狄大人，这之后的事情，您就都知道了。做水匪的时候，你们天天杀人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们算过没有？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？这100、200，还是300？没有那么多。没有那么多。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，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？你知道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6个都得到了封赏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6人在龙王庙起誓，各享富贵，绝不来往，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。你说的这些很重要，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，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，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。大人，黄国公案后，卑职心中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。卑职好了，如此说来，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。你的重伤未愈，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。真想不到，事情竟然是这样的。
构陷黄国公，竟然是梁王主谋。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。哦，吴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，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散播出去，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，将信取走。大人，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。当时您所说的，一点也没有错。此案破获出来，真的是令人吃惊啊！看来，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5位好友灭口的原因。而张毅本就是黄国公之后，黄文岳、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，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，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。这一切顺理成章，无懈可击，我看可以定案了。我的，给我。明香，小姐，去吧。锦娘。啊，娘，来，喝点水吧。啊，喝水。慢点。娘，你哭了？锦娘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此案已经真相大白，我也该离开武平，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。大人，您要离开武平？是啊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此案一结，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。大人，自永忠一到武平，便蒙您老人家教诲，永忠万分感激，请受卑职一拜。好了，快起来啊！永忠啊，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，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，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。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，由千宁卫看守，等候圣旨传调，而务要小心在意。是，卑职马上安排。大人，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率河衙属役恭送处置使大人。
送大人。大人，保重啊！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实面目吧。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呀！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，也不是李姓宗嗣，你是薛青林。不错，你说的很对，我才是薛青林。
锦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？锦娘是我的女儿，张毅是我的书童。锦娘是你的女儿？是。你这个畜生，为了报仇，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青林这种恶棍，你还是人吗？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，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。什么细节？第一，是张毅扔在张贤公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，这是欲盖弥彰。第二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，那铁锤太小了，也就是20余斤。记得元芳曾经说过，在江州管驿、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，至少也要70、80斤。元芳，我说的对吗？大人，卑职真是愚钝，竟然忽略了这一点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。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3点，那就是吴四尸身上的那封密信。啊？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。您说的很对，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。锦娘夜探县衙停尸房，如燕为救其脱险，假扮鬼怪。你得到衙役的禀报，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。你发现吴四尸身上的衣服被翻乱，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。他在寻找失去的密信。啊，你们先出去，本县要好好查查。是。走走，快！是。走。就这样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你取走了那封密信。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，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。啊？什么？锦娘上吊？如燕姑娘，锦娘她……现在才想起她来，太晚了吧？如燕姑娘，锦娘她还活着吧？啊？锦娘还活着。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，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。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，想起了你，于是
他要如燕陪他到县衙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？可当时你不在衙内，正好在第2天，也就是锦娘上吊的当天，你们见了面。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，像是锦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，大功告成，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，这才选择了死路。我一直想告诉锦娘，信已到我手中，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，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，却苦于没有机会。终于，前天我听说锦娘要见我，于是我便事先写了一张纸条，藏在自己的手中。这些都是永忠应该做的。妮妮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哎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可没想到，他竟然会……你为了报仇，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，而且，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，你想一想，他会怎么样？换了你，你又会怎么样？好了，如莲。我不得不说，林永忠是个好县令，却不是个好父亲，更不是个好男人。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，庶人不为，何况君子乎？元芳、如燕，你们去准备吧。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，举家逃离江州，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，乃至家破人亡。我说的不错吧？我一家老少10余口，只活下了我们3个。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，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。10年后，我考中了进士，步入了仕途，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，屡遭排挤，所以做了近10年的县令啊。可是我不后悔，在做县令的几年里，我暗中将假薛青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，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，以为内应。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，2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，伺机潜入侯府，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。当时我想，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然而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。黄文岳离任，武平出缺，为复仇，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，来到武平。上任之前，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，协助你除掉黄文岳。不错，那天是4月19晚上，没有月光。这位先生，您找谁啊？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大人。请您跟我来。那小的就先告辞了。好。
阁下是？请问是黄文岳黄大人吗？正是。啊，在下林永忠，新任武平令。哦，林县令，久仰久仰。是你？不错，黄文岳，你没有想到事隔多年，我还会回来找你吧？就这样，我杀死了第一个仇人。我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岳，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，而跑到武平去找薛庆林商议。这样，在张毅的帮助下，我便可以一个一个的将他们除掉。从此之后，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。张贤公吴顺深夜欲回江州，被张毅偷听而知。他将消息告诉了你，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，杀死了这二人。而后，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符，将矛头印向了薛庆林。不错，张无之事后，我发现薛庆林非常惊慌，因为张毅告诉我，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。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机会来了。果然，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，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，因小云的手下七夕碎尸滩，血洗侯府。等他们撤离之后，我便趁虚而入，杀死了薛庆林。我薛庆林是侯爷，皇帝亲封的侯爷，我谁也不怕，谁也不怕。啊！是你，林永忠。我不是林永忠，我是薛庆林。啊！你没死？我没死，可你该死了！就这样，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。在此之前，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，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。是的，当时锦娘传来消息，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，这令我非常高兴。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，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您。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，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，我让她赶快寻找，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。明白了，现在才是真相大白。大人，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庆林呢？第一是你天生神力，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，勇冠三军。第二，梁王给你的那封密信，除了假薛庆林一伙以外，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。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，那么她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？但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，就已经明白了，你就是薛庆林，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永忠啊，你锤杀了4位朝廷命官，1位侯爵，我该怎么处置你呢？永忠情愿领死。
为了复仇，你们都不惧一死。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，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？大人，锦娘她还好吗？她怎么样了？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？锦娘，她在这儿。锦娘，他是鬼！锦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爹爹呀。爹爹啊，是爹爹，是我呀。鬼！他是鬼！锦娘，是锦娘。好了，咱们不看鬼了，咱们走。锦娘，锦娘，锦娘，你杀死了薛青林，杀死了所有的仇人，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。永忠啊，这样的复仇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。大人，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？其情可悯，其行可原呐。我只能用这8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。恩师，您的再造之德，文开永世不忘。好了，哦，文开啊，随我走走啊。好。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？哦，据实陈奏。这是当然。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？恩师的意思是，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。请恩师明示。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，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，不可遗漏疏忽。就是说，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薛青林。那林县令怎么？
林县令难道不好吗？啊？这，哦，好，当然好啊！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。啊？好，好啊！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，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。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正是。武平令林永忠极得狄怀英赏识，他在奏折中说：“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，朕看就着林永忠补之。”是。哦，陛下，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，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处置使官牒，并将钦差卫队发回。他在文中恳请陛下，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，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。不知陛下以为如何？哦，简之，你看呢？匹夫尚不可夺其志，况狄怀英乎？准奏。狄大人，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，遁迹空门，但愿能赎宿罪。支持近乎勇，冯大人好走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江州长史，四品大吏，好好的干吧。谢先生教诲。先生，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。我走了。好。如燕姐，让我来吧。
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